比特币又要暴力上涨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到比特币呢，目前在周线上啊，我们来画一下。如果我们画一个斐波那契的话，我们从熊市的最高点一直画到现在，当时熊市开始的时候呢的最高点下来之后的反弹，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画。那其实还有其他种不一样的画法，比如说呢这样画，但这样画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说这么一画的话，那我们心里默认的就会认为呢，我们这一波的上涨它是针对前面这里的下跌，但绝对不是的，我们这里的上涨它是经历了非常非常久的酝酿跟盘整的。那这些时间呢，它绝对足以形成一个针对我们熊市以来的这波下跌的反弹。那如果说我们要画的斐波那契是只有从48000一直往下画的话呢，那或许我们画这样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下跌之后呢，后面的这段上涨它是针对前面下跌的调整，我认为这样画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画整段的话呢，这样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呢，我们往右边一看啊，它到0.618位，这个会是一个关键的价位，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的斐波那契位呢，应该是要这样看的，从最高点拉到最低点。那我们从周线上呢，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呢，之前呢，我们后面的上涨呢，其实它的量能它都在不断的递减，随着我们的价格上涨，它的量能在不断的递减，那这绝对是不好的状况啊。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当前的盘面呢，它在上涨的时候啊，它的量能是有出现的，而且这个量能呢，我们后面产生的量能呢，比前面在做盘整、在回调的时候呢，都要来得大得多。那这就可以代表我们目前真正的趋势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走的，目前看到的多头。那如果我们打开 MACD 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啊，我们之前有谈到，之前在这个位置呢，它确实是有产生一个背离的，这个绝对没问题。但现在呢，这个背离已经被完全的消除了。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快慢线呢，已经超过了前一个波峰的峰值啊。那我认为如果继续再上涨一点点的话，因为毕竟 MACD 有滞后性嘛，最前面的这个高峰它也可以被突破，那就代表我们此处它不会产生任何的背离，所以背离也会被化解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哇，我们录制影片的当下，比特币还是继续在上涨。我们从日线来看，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当前价格在上涨的时候，我们的量能呢，它在往下走，那这个是不是不健康的一种体现呢？我认为并不是的，因为你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正在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调整，它是一个调整，只是这个调整呢，它是一个很强势的调整，所以有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我们通常的调整或者说回调，都会是一个反向的，比如说上涨，那我们回调就是往反方向运行，那这个是比较弱的。那如果说比较强一点的呢，它还可以直接走横，然后再继续上涨，这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盘面走的呢，它就是最强势的一种，也就是它在回调的时候呢，它一样在继续上涨，在回调的时候它一样在继续上涨。那我们这种回调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多头它还是展现了压倒性的量能，所以我认为这个回调呢绝对没问题。那这个我们也有提到，其实当前的盘面呢，我们昨天在录影片的时候，大概在35000多吧，我们就有谈到，如果说盘面直接向上的话呢，我个人也不会感到讶异的。那我个人呢，之前是有把大概6-7成的仓位吧，是抄在了34000跟33300这两个位置分批抄的。那刚刚在36000多的位置呢，又买了一些，因为我认为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走一个蛮不错的突破，就是因为我们当前其实还是在走调整嘛，还是在走调整。那如果说这个调整被突破之后呢，很有可能又会出现像我们前面这样子的一根的这种行情啊。那尤其如果我们把这个盘面呢，我们复盘到我们当时2019年所出现的小牛市啊，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跟现在走成非常相同的行情的。我们通道走完之后呢，突破向上，然后我们就开启了我们下一段的走势了。那其实如果我们观察这一波上涨，我们可以发现啊，其实在上涨的时候，它不一定要出现这种一根暴涨，我们出现的呢，很多时候都是慢慢的蹭上去的，就是小碎步，然后分成很多根 K 线，用时间慢慢的走上去的。那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比较健康的走势啊，或者是说一段多头它的初期，或者说初期、中期的这段时间呢，它都会呈现这种情况啊，直到我们到了最后面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快速的拉盘。那你也可以发现，我们上一轮牛市呢，我认为走的最健康的时候就是这一段。那当时这一段它也是小碎步缓缓的上涨，也是花了很多天，它并不是一根就直接完成很大部分的涨幅。那其实我们现在我认为目前的涨势是健康的，当然了，
资金费确实是高了点，做多的人确实是多了点，那杠杆或许开始比较大，但是呢，我相信是不影响我们的多头趋势，有可能出现杀多啊，但是也不影响我们的多头趋势。那如果不出现暴涨情况之下呢，我们小碎步上去，其实也非常非常好啊。但考验的呢，很有可能就是各位的耐心哦。好，那我们当前其实我们观察一下37000这个价位，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之前在37000、38000左右的位置呢，产生了一个箱体的下缘嘛。那这个箱体的下缘，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的阻力的，但这个阻力呢，我认为最终被突破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因为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上方这个区域它酝酿的时间比较短比下面短得多。我们上方的时间呢，它走的当然要从前面开始算了，只有120天左右，而且呢，这也是1年多前的事情也非常非常久了。那你可以看我们下方它震荡酝酿的时间呢，真的是够久了，它吸收的筹码也绝对够多，绝对足以打破这个箱体有500多天，500多天。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虽然说呢，我们不一定能直接看到，不用太好高骛远直接看到48000。但如果说这个箱体的下缘37000、38000左右可以被突破的话，那我认为呢，我们触碰到这个箱体的上缘我再重新测试，比如说44000、45000的位置呢，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那如果我们从当前的价格呢，大概37000左右，我们就抓一个好算的数字，一直到44000、45000，也是一个20多%的涨幅，也算是很不错。我们就不一定要到48000。到44000、45000也有20多%的涨幅。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操作的级别吧，就是4小时。4小时，你可以发现我们当前在调整，没问题。但这个调整的过程呢，它还是在不断的上涨，高点低点还在不断的抬高，那就可以表示我们目前的盘面还是很强势的。当然有可能回调，当然有可能突然的杀多，但是呢，目前它不会走出空头的走势不会突然变成空头的走势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大家想要交易的话呢，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了。那 Big Get 你现在只要做任何一笔交易，就会送你$20的体验金，这真的很优惠那 Bybit 也是不用做交易，你只要 KYC 入金就送你现金，然后可以直接提走。那其实现在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在看一些山寨币但我个人呢，包括抄底或者说我做多单呢，我都只会做比特币，因为比特币现在呢是最强势的币种绝对比山寨币综合起来要更强势。那当然了，山寨币它有个别很强势的，但如果我们纵观整个山寨币来看呢，比特币一定是比较强势的，所以我现在不会去做以太坊，不会想着去做山寨币，一定是做比特币。那山寨币的话，或许个别比如说 TRB 等等的，它有可能真的是走得非常狂，但是我个人呢，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它在所有的币种当中综合起来看，它一定是走势最强的，因为 Bitcoin Dominance 它正在往上走，所以我个人也只会操作这个。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杀多的话呢，比特币也一定会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好，非常感谢各位，拜拜。